下面看看画什么。其实这边山已经留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先不用再继续动了。可以做一做这边。整体着手，场景是切记是不能抠的，不能抠一个地方。我这边想设计一个球状的东西，就是在山脚下，这已经是很下面的，很靠下的，很远，可能几千米，甚至上万米。但是它又夹杂着空气的颜色，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难处理。绿色夹杂着空气的颜色，再夹杂着这个大10吨的这个球，就是剑灵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外星异物，是吧？放在了一些那种空中飘着，或者是一些什么地方上。但我觉得老做空中飘着，可能就让人看着就比较没什么想法，所以说也就不做了，在地上就可以了。最后在上面再做一些什么花纹啊，一些花纹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个之后再说。这个前景和这个远景是一个很重要的层次，这个可以分一个层。这个不分层的话，后面处理起来就会处理死人。暗部先做一个统一，不用太在意里面有什么，先把这个剪影做出来，剪影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这个深度够不够。我觉得有点太深了，稍微再浅一点。深浅这个判定，就像黑白灰这个判定，其实每个人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人家经常说你要注意黑白灰，你要注意什么？那其实上问题是，很多人我怎么注意黑白灰？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对比。如果你这地方画得很黑，那么你如果想让它看起来不是很黑的话，那你只能把旁边的地方变得更黑，这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个远景现在目前看上去已经很淡了，如果这个做的特别深的话，会显得就是太近，所以说做了一个中度的一个中灰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来对比。做到树了，这个时候就必须看一下参考，找个参考研究一下。OK，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画树就是一个单门的一门课，其实场景里面无非就是山、石、树、云彩、天空、建筑，没有了，就是这些内容。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人物里面的你要练什么肌肉练什么人脸，就这个概念。就是你必须要画山、石头、树，就是和一些天空一些练习，单个弄出来去画也是很好的。点数就是疏密，密一点，疏一点，密一点，疏一点，有一个这样的节奏感。全点成一撮了，那就不好看。画云彩，画山水，画石头，画纹理，画所有的东西，全是疏密。疏密关系在场景里面会经常提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甚至比什么用色什么的还要重要。因为你疏密掌握不好，你就无法塑造自然。那你每次都得找一个上网上去搜一下这个树怎么画，这个怎么画。树的形状也要稍微自然好看一些。这个最后还是会继续调整，目前是不可能停留太长时间的，我们赶紧画其他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要交代出来的。有时候说什么叫抠，这个不叫抠，它重要。
我要把树下面这个青苔怎么衔接进去，就树的这个青苔，包括这个地面。建筑，所以说非常复杂，非常复合。就是说一会儿得切换，就是随时得切换自己的头脑啊！我要画建筑了，我一会儿要画云彩、建筑、山石、水这些东西，每一样基本功必须得非常扎实。但是大场景里面的建筑，还是先画场景和光影，而不去画那个叫什么，不去画上面的一些什么窗户啊，还有哪边有什么金属边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琐碎。所以说叫宏观嘛，那宏观你只能去调控一些大的一些剪影和黑白，你没办法坐下来去画这个建筑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之后也是希望能通过这个课堂呢，能让大家就是多了解一些场景上的东西，然后呢之后也会讲得更加的系统化，然后细腻化。全是一些比较随机的一些笔触，当然也是要符合一点点节奏感和形体。这点和画角色类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是角色你要按照结构走，那这个也有结构，但是更重要的是节奏感，因为你在没有结构之前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这块接下来要画什么，所以说你只能用一些节奏感的东西先把它代替，一些简单的一些块面、一些变化。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最后会画什么，最后再说吧。好，继续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不能再画了。最难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具体的物件，而是这个远景这一块怎么去处理这里面的一些小层次，这个是我觉得是整个场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我们看一下这个云彩是怎么去衔接这个山的，而且它的分配。这边是一些比较微妙的、比较淡雅的一些云，然后这边就比较浓烈，对吧？做一些鲜明的对比。然后这边就比较淡一些。那我现在也是需要一个浓烈的部分，做一个主要强调这个云的这个存在感。那我会选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可能和这个树刚刚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相互呼应吧。如果做在其他地方的话，那到底我是看树呢，我还是看这房子，我还是看什么天上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场景的整体的，把人的眼球吸引到什么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山一定不要拘谨，不要认为山就一定是，尤其做设计的时候，山不一定全是这个样子，对吧？有时候你做一些长的，然后一些甚至倒吊，对吧？倒吊的感觉都可以。这个呢就想做一个比较长的，就是直接植入云霄。这边这个云彩一定要不能太强，一定要稍微稀一些，稀薄一些。平时画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必要，画场景一定要有必要有自己的笔刷，做云的笔刷，然后做一些涂抹的笔刷。其实用靠手画一些云彩的一些抽丝状的那种效果的话，那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都用一些涂抹，比如用一下涂抹试试看，就类似于这样的效果，调成90%左右，太过了，90%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效果，这样的话会比较仿真嘛。但现在还用不着，现在我还没到那一步。是吧？经常我们会看到这种效果，看看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效果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效果呢，我可以直接照着画，照着那感觉走，这样会更快、更准。但是呢，今天也是为了讲课，其实很多是没法静下来去思考的，就是哪一个颜色啊用的准与否。永远有一个概念，不管是做人物还是做场景，永远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参考放旁边。除非你说你已经画了40年了，你就可以不用。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法去用脑袋去记忆出它那个准确的颜色，所以都需要有一些参考。油画师不也是肯定要旁边有模特的嘛？你说他背也背不出来，
是不是？它可以用一些速写去记录他们的动作和一些光影，但是真正的色彩，它肯定要自己去找一些模特。现在就不用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有照相机了，对吧？可以回去看看照片，所以说利用好这个资源。远景我一般会特别注重，会要多画一会儿，一定要把那个灰度、那个空气感给画出来，我才去绘画前面的东西。否则的话，我觉得一直画前面的东西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前景后景这个都是要有联系。你前景画的重浅你没有确定情况下的时候，你就画了近景，那其实事实上很难控制。所以说大色调是可以一开始铺出来的，但是进行到现在我这一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有必要稍微画一画。那在这个上面也做一些青苔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些不是青苔啊，是树，就是树。特别远的时候你就看不见树，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面，对吧？其实这地方还没画呢，是不太保险，但是也没关系。平时肯定是要先画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画一画，看看整体的节奏感。而且一定要分层，多分层，我就不分了。这个云彩其实蛮漂亮，中间是浓密的，它是一个球状的东西，对吧？有的云彩，它其实是树的概念，是一个树啊，就是一个团一个团嘛，一个团一个团这样的组成的，大的、小的、小的、中的，就是这样的组成的。就是说我们以前画云就把它比作成白色的树，就是这个概念，白色的树。但是不是所有的，你比如像这种就比较抽丝状的，那边缘有一些这些效果。那这个就是一些这种效果，这种效果其实怎么画，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先涂一个浓密的，完了以后你在边缘做一些大大小小的节奏感的东西，然后完了以后拿涂抹，把它一涂抹，是不是？不就是这种效果吗？当然你涂抹时候有一点讲究，是吧？之后我们会专门讲这个云彩怎么画，树怎么画。还有一些更远的云，我们用一些冷色，更接近于天光的颜色。原因很简单嘛，越远处嘛，越接近于天光嘛，空气的颜色那肯定是蓝色，所以这些远处的你看就不会那么黄了。远处的就不用做特别紧张的那种，就是特别紧那样的形体，可以稍微松一点，但是也有亮，也有层次，不要做成平面化。意思一下，主要是一个分布啊。你看，现在我们还是在做这个分布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不管是画到什么时候，一直都非常重要。就是你分在什么地方，排放在什么地方，多大、多深、多浅，其实就是这样安排最主要，甚至比你一切的画技更重要。因为你安排的好，你可能不用怎么画，你很好看。
它整个是在构图当中，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构成。如果你安排的不好看，其实你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去修饰它，其实只是将这个错误就是放大，对吧？那么做一点这样的，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偏红一点这样的云彩。其实在空中也是起到一个比较调剂的一个作用。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画成红的，就是相对有一点色彩倾向，比如说代表一个云的暗部。这个可能很多人会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加个红色云，其实天空上不一定有。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看看那个刚下完雨，有时候天空上是乌云和白云是并存的，其实就这个意思，就这个道理。有一些乌云还没散开的感觉，但是不要太浓。这个山属于一个中景、中远景，它没有后面这个山它比这个后面山肯定要近一些，但是肯定比这个要远一些。所以说，把这个层次做好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后肯定你要把它推远，但是用什么方式推远呢？不一定要全部画浅，就画淡，可能就是用一些雾气啊、一些云彩，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剑里面经常惯用这些手法。就像这个，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做法，在一些山间的一些缝隙里面做一些。其实这个好像光影我画反了，这个一开始铺的有点不对，光应该在那个地方，那个多一点没关系。山有时候若隐若现，感觉反而更好。把这个整个山的剪影画出来的话，特别明朗的话，那就不是剑灵的范儿。这个头像其实不一定要，先留着吧。头像其实有可能会比较抢，天空上一个大脸，而且我主体不是以这个头像为主，它可以被遮掉一些，都是无所谓。有时候画场景就是这样，就是说选我要什么，就哪些东西不要的东西，就是敢于取舍。其实我觉得这品质很重要。就有时候很多人画画，可能我什么都想要，我什么都想留，哎呀，这个脸也很帅，那个也很帅，那个也很酷。但是如果你全部留的话，其实就像是一个戏里面每个人都在抢戏啊，就没有主角了。行，这个地方还是保持这样，不要再画。有些地方我也觉得比较难以拿捏的时候，先留一留，其实没关系。
有时候就比较死磕，这地方画不出来了，我还要硬画个10几分钟、20分钟，那可能就完了。OK， 习惯了。很明显，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地方一定不能用深色，一定是浅。之前是这样的效果。